家好，我是伊芙琳。这支影片要分享河口湖红线公车一日游行程安排。除了到经典的河口湖景点外，还要分享一个很少人知道的绝美富士山展望台和展望台免费入场方式。那我们开始吧。这一天，先从河口湖车站搭乘红线公车最早一班车，来到终点站河口湖自然生活馆站。位于河口湖河畔的大石公园是河口湖著名的赏花景点。可惜3月中前来时，开花的种类不多。不过这里依然拥有欣赏富士山的绝佳视野，非常值得前来。在这里可以悠闲的边散步边欣赏富士山不同角度的样貌。在大石公园内有一栋自然生活馆，贩售富士山和山梨县的相关产品，例如富士山造型的食品和周边商品。在夏季时，大石公园的薰衣草盛开，所以这里有贩售薰衣草制成的干燥花、精油和香氛等产品。除了薰衣草，还有樱花季限定的樱花酒、果子伴手礼等等。有好多种富士山图案的小毛巾，还有不同口味的手工饼干。买了2条富士山小毛巾，好可爱！樱花手工饼干有点咸咸的，很特别，蛮好吃的。在自然生活馆的1楼和2楼有贩售冰淇淋、咖喱饭等餐点。买完冰淇淋后，可以到户外一边看富士山一边吃冰。买了樱花和薰衣草的综合口味，500日币，台币115。不止颜色梦幻，味道也很梦幻，充满奶香和清甜的花香，非常的美味。除了可以在户外享用外，也可以到2楼的餐厅用餐区。这里有面向河口湖和富士山的吧台座位。大石公园这个景点差不多可以花1个小时吃逛逛。继续搭上红线公车，下一站前往河口湖天上山公园。在游览船空中缆车入口站下车后，立刻能看见惊人的排队人潮。空中缆车的来回票价是900日币，台币207。不过今年4月后会涨到1000日币。我在饭店有拿到空中缆车9折优惠的传单，所以稍微便宜了一点点。据说天上山就是日本童话故事咔嚓咔嚓山的发源地，所以到处都有兔子和狸猫的装饰。川口湖温泉郷の温泉娘、川口湖高田
質問しますわ。これより皆様を天上山展望台へと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わ。Thank you for coming today. We will now take you to the mountain view of the Western Side. 展望台の一色の写真ありですわ。On the Usagi Jinja on the observation deck, the street of the road is 这一天早上本来有点云的，到了中午云雾完全消散，能够非常清楚地看见富士山的全貌。不得不说，天上山公园的景色真的非常棒，能够将富士山和河口湖的美景统统尽收眼底。天上山公园有一些富士山小知识和太宰治作品《咔嚓咔嚓山故事》介绍的告示板。咔嚓咔嚓山的故事内容其实蛮血腥的，连告示板说明都写说这是个有点残酷的故事呢。这种官方吐槽的感觉好好笑。兔子神社可以保佑登山者的安全和双腿健康。天上山公园还有一间狸猫茶屋，贩售团子、冰淇淋、饮品等点心。买了酱油团子和黑蜜黄豆粉团子，各400日币，台币92。印有富士山图案的团子，搭配富士山美景一起享用。微热的团子口感很软很 Q， 而且超级有分量，很有饱足感。我是一个团子爱好者，这个团子是我目前在日本吃到最好吃的。狸猫茶屋旁是伴手礼专卖区。这里有卖摇曳露营的周边伴手礼，喜欢的人千万不要错过。在天上山公园，同时也供奉着结缘之神与富士山之神。传说将陶制小盘子丢过鸟居中间的圆圈，就可以实现愿望。大家也可以爬上狸猫茶屋的楼上观赏富士山，这里有免费拍摄的摄影机，可以帮忙拍合照。天上山公园有一个荡秋千设施，可以边荡秋千边欣赏富士山，一次500日币，台币115。
从狸猫茶屋沿着小路经过秋千后，还可以再继续往上爬。这里有一个海拔高达1110公尺的观景台，不过可惜的是，当天去的时候没有开放。天上山公园这个景点差不多可以待2个小时。冬天来的话，山上的风很强，也没有室内可以避寒，要多注意保暖哦。前行，排成3队等候，请各位协助。ドキドキの表情で皆様をお迎えいたしますが、川口湖へお越しの際はまた今日とは違う富士山をの絶景を存分に楽しむのにおすすめしたいのが、ここより徒歩3分の川口湖縦断線アスパルでございます。To enjoy。写真撮れました？离开前不要忘记到缆车入口旁的Fujiyama Cookie 买可爱的富士山造型饼干。超级多种口味的富士山饼干排排站，感觉很疗愈。有香草、巧克力、草莓、抹茶、红茶等口味，一个饼干的价钱落在180日币，台币41左右。也有盒装的包装可以选择。拍照超级可爱。离开天上山公园后，搭乘红线到一场入口站下车。一下车就是有名的罗森和富士山。相较于河口湖车站旁边的罗森，这一间店比较少游客，超商前面的空间也比较大。沿着罗森旁边的公路前进，要带大家到一个几乎没有外国观光客的秘密景点欣赏富士山。这条公路非常宽广，能够很清楚地看见富士山。在这条公路上，除了可以拍罗森富士山，也可以拍加油站富士山哦。我甚至认为，在这里拍到的富士山，是我们来河口湖4天3夜行程中看起来最近、最清楚的。走着走着，开始看到温室花棚后，就快到刚才提到的欣赏富士山秘密景点了。从罗森步行过来大约是11分钟。这里叫做香草庭园旅日记，有温室花园和许多花花草草。重点是在花园内游览是免费的哦。我们参观的时候是3月中，似乎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花朵盛开。超漂亮的粉蝶花，
郁金香、花园内最高的建筑物就是光与云展望台了。展望台的第一层是不用门票的，这里有很多道具，可以一起和富士山合照，像是可以拍出逆富士的水池。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可以实现愿望的 Happy Stone。接着我们进去付费的展望台区域吧。门票原价是500日币，台币115。不过我们使用的是最多可以5名免费入场的特别无料入场券。影片最后会讲解我们是怎么拿到这张票券的哦。付费展望台的室内是一间景观咖啡厅，一整片落地窗外就是巨大辽阔的富士山美景，真的超级震撼。贩售的餐点以饮料和冰淇淋为主。付费展望台的室外几乎没什么人，可以自在的到处拍照。从展望台还能看到香草庭园旅日记的全貌，和富士山一起合照也很不错。室外展望台有摆设沙发椅和桌子，可以悠闲的欣赏富士山。还能够爬楼梯到景观咖啡厅上面，从更高处看风景。最上层的展望台也都没有人，被我全包了。从光与云展望台看到的富士山，感觉比天上山公园更大、更清楚，而且也不需要跟大量的游客人挤人，逛起来很宁静、很舒适，我非常喜欢跟推荐。离开展望台后，我们继续在香草庭园游览。庭院内有大温室可以参观，即使是在寒冷的天气，也能在这里看见大量的花朵。温室里的游客也超级少的，遇到的工作人员还比较多。香草庭园旅日记的吉祥物是蓝色的兔子。
发现一盆超级可爱的多肉。草莓、枇杷，这里的散客真的很少，几乎都是日本当地人和日本团客。离开大温室后，前往庭园的商品贩卖处。这里有很多植物花卉制成的保养品、香氛等产品。店员招呼我们试喝了花草茶、葡萄干和葡萄汁。葡萄汁很好喝，不过有点被价钱吓到。旅日记的对面是同一间企业经营的葡萄酒工厂，也是免费参观的，有空的人可以顺便去看看。在公车下车的罗森和香草庭园旅日记中间，有一间有名的博托餐厅小座。入内要脱鞋子，店内的空间相当宽敞，这应该是我在日本看过座位空间最大的餐厅了。窗边看得见水车的倒影。菜单本是只有文字的，大张的单张菜单有彩色图片可以看，上面都是店家的热门菜色。桌上有调味料，点了海老血子天重，1004日币，台币322，附带腌菜和味噌汤，炸虾和炸血子超大一条，分量十足。血子的肉很厚实，表皮炸得很香很酥脆，十分下饭。这条炸虾是我看过最大条的炸虾了，足足占据了餐盒的一半。面衣里满满的虾肉，口感很紧实。还有来到山梨县必吃的乡土料理，点的是豚肉博托，1006日币，台币368。满满一锅的博托，看起来料多味美。面条是很有厚度的宽板面，口感偏软。个人很喜欢吃宽面，所以我很喜欢博托这道料理。博托里放了猪肉片，炖煮到一夹就散开的南瓜、红萝卜、小芋头、香菇、马铃薯。小座的博托汤头是味噌口味的，味道好喝不死咸，有猪肉和蔬菜的鲜甜味。小座的味噌是自家制的，可以在贩售部购买。小座不管是餐厅环境、服务态度、料理味道都让人很满意，是会让人想要再次回访的餐厅。罗森拍照加香草庭园展望台加小座用餐，这3个行程差不多要花费约3个半小时。离开小座后，我们回到公车站一场入口站，继续搭乘红线公车。如果这一天还有体力的话，可以搭乘红线公车到河口湖香草馆。河
河口湖香草馆主要贩售各种花草做成的生活日用品，包含装饰品、首饰、保养品、洗浴用品、香氛香水等等。二楼同样贩售植物相关的商品，另外还有体验课程的工作室。在香草馆的对面有一间小尊浪漫馆企业旗下的宝石饰品专卖店。逛完这2间店，差不多需花费约20分钟。最后在下午5点40结束今天的河口湖一日游行程。这一天行程交通的部分，都只要乘坐河口湖红线巴士，就通通能够到达。大石公园在红线20号站，河口湖自然生活馆下车，天上山缆车在红线9号站，游览船、空中缆车入口下车。河口湖香草馆要在红线5号站河口湖香草馆下车。要去罗森富士山、香草庭园旅日记和小坐，则要在红线2号站一场入口下车。至于交通费的部分，若完全按照影片中的行程搭乘，总计是1580日币，台币363。若要购买周游券，包含红线公车的周游券是这张河口湖、西湖、明泽、金镜湖、本栖湖区域共通周游券，一日券是1005日币，2日券是2000日币。购买一日券的话，不会划算太多，所以建议购买2日券，第2天继续使用周游券玩其他景点，才会比较划算哦。接着介绍香草庭园旅日记中的光与云展望台特别无料入场券该怎么获得？我们这次在河口湖住宿的饭店是富士景观饭店，在大厅有专门放各种观光手册的架子，架子上有旅日记的观光手册，但是想要展望台的无料券，必须跟饭店柜台领取。在展望台入场时，工作人员会询问无料券是在哪个饭店拿的，所以由此推断，有很多饭店都有提供展望台无料券，所以入住河口湖的饭店时，记得要找一下观光手册放置的区域，看看有没有提供免费的入场券哦。顺带一提，天上山公园缆车的9折券也是在观光手册放置区域找到的哦。以上就是河口湖红线公车一日游行程介绍。下一支影片会带大家到河口湖周边的吉田市吃逛逛，还会带大家到1块钱都不用花，也超好玩的佛心乐园、富士急乐园，千万不要错过哦。